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委员，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来看看川普最近不开心，虽然他讲是习近平不开心了哈，没有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但川普就先tackle了吗？本来说要苛征中国大陆100%的关税，现在又说我是为了中国好，不是要伤害他们。这个关税啊，不一定会发生这些所谓100%关税的状况哈。那结果马上美股大涨，台股今天早上也大涨，涨回来了。美国财政部长更是直接在 Fox 福斯频道专访的时候直接讲啊，川普对中国的新关税不一定会发生，因为双方还有机会可以谈。川普将按照原定计划跟习近平在韩国会晤，也就是说，大家还担心 APEC 还谈不谈得成？看起来是的，还是可以的。大陆学者说，美方的态度显示一种叫做以为那个可以边打边谈吗？可是中国手中有牌打，也敢打牌，才能够让美国切身感受到痛楚。现在看清了川普，完全摸透他的底牌，所以他才会一下子又tackle收回去了吗？中美呢昨天进行了整个工作阶层的会谈，大陆商务部直接回应说，美方不能够一边要谈，一边又威胁恐吓。所谓的限制措施，这都不是跟中方相处的正确之道，甚至讲得很重。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直接讲，美方啊，你没有反攻自省啊，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中方必将坚决采取相应措施。话讲很硬像连美方贸易代表他公开讲说，这个所谓稀土管制的措施呢，是美国事先没有预料的，对方就直接宣布了，也没有跟他们通知，所以在宣布完之后，本来美方要求是不是可以跟中国进行电话会议呢？结果遭到拒绝耶！我想美方应该在全球都很少碰到这样的处境，居然被直接关上大门，说没有要跟你谈。那显然接下来谈就还有其他的正面的模式是什么，有待观察。但大陆已经正式开征喽，川普喊要11月实施，他直接10月14号就实施的是开征港口费，推升运价。这个海甲船的日涨一台$5000，如果是邮轮的话，一艘可以涨破9万美元，所以这个费用当然非常高。那其中很多的飙涨不要忘记这个有70%的航班都是开往中国大陆的，所以呢，美国的上市船东都很难逃港口费。那这个70%作为中国大陆的港口的话，接下来美国企业持股超过25%的非常多，都面临的巨额的港口费。14号已经实施了大陆还有一个稀土握在手上的牌之外，还有另外一张王牌吗？白宫的前顾问是这样说的，这一位波尔他讲，我们不应该忽视关于稀土是个很根本的问题。大陆呢已经设计出一套政策，让他有能力禁止地球上任何国家参与现代经济。讲得也很严重就是说这是不是川普tackle的原因呢？如果稀土在扩大的限制底下才是打中川普的要害之外，还有一个大陆官媒宣称的正在为全球稀土秩序的管理者来做准备。那这种安全的措施的稳定，大陆网友说这个是中国大陆所谓的第一次实施的常备管辖。以往中国都是反对美国做这样措施的，现在换他们来做了吗？才有办法达到全球的稳定。而所谓的打出稀土牌，经济学人怎么分析？有3重的考量，有战略准备新的规定能够让中国决定宽松批准申请，还是要取消许可。那施压也可以借这个行动，为月底在韩国登场的川习会把牌先拿在手上当筹码，或者是报复手段。9月底要推出所谓的50%规则晶片这件事情呢，也可以进行报复吗？那黄金最近从川普上任以来，黄金就是涨翻了，是天价，因为是避险最好的天堂，大家对美债没有信心之后，黄金涨翻。但特别的是，这个钻石却崩盘，这个价格低了70%，怎么回事？所谓的中国超硬材料的产值居世界首位，突破人民币1000亿的规模呢。但是钴这个像钻石被视为是下一代的半导体材料可以应用在量子科技结果呢，不管在航太或雷射武器、军用光学等等，价格反而又低，而这些都是握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很重要的稀土的材料之一吗？赖老师，我觉得
还是跟观众朋友提醒一下啊，您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昨天啊，这个川普跟贝森特他们toggle了啊，又往后退了，说哎呀，这个100%的关税不见得会啊，所以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啊。对，这个一定会有好的结果股市马上就反弹了啊。那我们看到美国的3大股市都大概涨了大概2%左右，台湾的今天的股市就上来。不过真的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保守一点，美国越乐观，其实我认为中美的情况会越糟。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美国误判了，而且美国低估中国大陆这一次的出手了。大陆这一次是完全用实力来跟美国对话了。过去大陆是反对用实力来对话，总觉得说大家应该要平起平坐啊，那个相互尊重，不要老是用大欺小的一个方式啊，强对弱的一个方式。大陆认为这个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看起来美国听不进去，美国一直认为他的实力比中国大陆坚强，所以他对大陆来讲都是要用实力来讲话。这次中国大陆也用实力来跟美国对话了啊。那您也知道，从日内瓦的第一次谈判，就是川普任内第一次中美贸易战打到最火热的时候，美国主动说要日内瓦谈判开始，一直到马德里的最后一次谈判结束之后，每一次谈判都有进展，但是结束之后，美国又丢出制裁这个公司、禁止这个技术、限制那个技术等等，又不断的实施各种各样的一个制裁。你看最近对于中国的一些企业的子公司都实施制裁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对大陆的解读来讲的话，你就是透过谈判变成你的一个工具，但是你的制裁没有停止。好，那大陆也耐心用完了，也不想跟你玩了。那这次的打法很简单，这次的打法有关于稀土这个部分，因为中国大陆掌控有关键的17种稀土，它的掌控力最少都是8成以上，精炼的都是9成以上。好，那只要是中国大陆出口的稀土，它的规定都是这样，它没有针对任何一个国家，它针对于所有会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的国家。那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它只要依据它的国家安全的理由，禁止限制哪一些产品给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就拥有合法合理的反制权。所以中国大陆也可以根据国家安全的理由，禁止限制哪些产品给你啊。例如说，举个例子，德国啊，他们过去是用华为啊，然后用4G，他们要升5G啊，3G他们要升5G，然后德国的政府啊，上一届的政府他就用国家安全的理由，不准华为5G进入德国。那当德国的通信业者如果或是半导体业者要向中国大陆购买啊这些稀土的话，中国也可以用安全的理由不卖给你啊，因为你用安全的理由对付我的华为，我也可以用安全的理由来对付你，这是相互的。但是常备管辖不止了，常备管辖是荷兰的 ASML 依照安全的理由不把它的先进的光刻机卖给中国，可是 ASML 的镜片，它光学镜片绝大部分来自于德国的制造，所以是由德国供应 ASML。好，那如果德国向中国大陆买稀土，而它做出来的镜片要卖到荷兰的 ASML 去的话，那中国大陆可以不同意。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用到中国大陆1/1000的稀土，因为它是0.1%，所以只要是1/1000的稀土，技术、专利、图跟纸啊，也包括稀土的成品，你要卖给第三方，要经过中国的同意。不是，它就禁止吗？它要经过中国的同意，如果中国不同意，你就不能卖。那如果你卖的话，那你下一次你就拿不到中国的稀土了啊。那这个道理你就自己做选择，这叫做常备管辖。也就是说，当德国的镜片不敢卖给 ASML 的时候，ASML 的光刻机就停摆了，因为它没有德国的镜片，它就做不出来了，因为它光刻机需要镜片。这套系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这套系统就是美国人发明的。美国人当初说你 ASML 不能够把光刻机卖给中国，因为你有我的技术。ASML 说你的技术才占1%啊，多少？他说不管，你只要有我的技术都是不可以，那你就不能卖。好，
那所以大陆现在也用美国的这套方法用回去给美国。那你想，这是对于光刻机哦。那对于任何你的产品要卖到美国去的话，那是不是只要用到中国的稀土做成的产品，你都不能卖给美国？那美国怎么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反制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说，贝森特他们低估了，他们以为中国大陆这只是一个政策，错，这是一个制度，因为它是用法律规章的方法公布的，所以这是一套制度。我以为美国政府现在还在关门，当然川普第一任曾经最高关到35天，这次会不会超过？大家在看有没有破纪录嘛？但在同时，他跟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的一下子很强硬，一下子又好像又变柔软了哦，不会最这么糟，大家放心，不会有大问题。怎么看后续发展？到底要战要谈？其实美国也很为难，也非常的辛苦，因为现在的情况比美国跟苏联在斗的那个冷战时期要复杂很多。在那个时候，美国要对付苏联的话，基本上是把军事的态势摆起来，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然后呢，在亚太这个地方呢，他跟日本啊、南韩啊、菲律宾都签有安全条约，所以它很简单，泾渭分明。至于生意上呢，大家彼此没有什么生意来往，非常有限的生意来往。可是现在就真的是不一样，非常紧密的全球市场、啊。对，这就全球化的结果。是，就军事上还是在对峙，但是呢，因为核子武器的原因，所以你的对峙的时候跟这个冷战时间一样，这两个大的国家，这两个超强，他们彼此之间不会打仗，都打代理人的战争的比较多，或者是对方如果进军，那我就不进去啊。像美国打越战，美国打韩战，苏联都没有直接派军队进去，因为打不起，怕引起核战这样子。可是呢，在这个经贸的问题上面就变得非常的复杂，你中有我，你中有你，啊，这个就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嘛，啊，那现在彼此第一个，美国跟中国大陆对对方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啊，尤其美国市场当然是它的购买力当然要更加的大。第二个呢，除了市场以外，彼此都有需要对方提供的东西，不可取代的，不可取代的。譬如说，中国大陆真的还是需要美国一些高科技，你看晶片就是其中一个。你说华为有些造的一些东西里面，有人把它拆开来看一看，哎，里面还是有美国晶片在里面嘛。你中国大陆你没有办法100%的摆脱美国的这种晶片无所不在的这个事实嘛。啊，同样的啊，美国也需要中国大陆，哎，拜托你买我一点大豆，然后稀土呢，你就搞到我的飞机没有办法造新的飞机啦，我没有办法造新的飞弹啦，没有造新的军舰，我商业上的很多东西，包括人造卫星这些都出问题了。所以这个他们一定要斗到有一天呢，彼此都觉得说，哇，这样其实是很累。然后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对方给制服。不过现在严格讲起来，美国觉得他从来没有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说，第二名的这个国家紧紧的黏着他，而且看起来跑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个不是以前的西欧或是以前的日本，以前的西欧有一阵子2次大战之后发展得很快，美国该敲他的时候绝对不手软。譬如说法国也搞过半导体啊，最早的时候他就猛敲你啊，日本也是一样啊，我就该敲打你敲打，包括纺织品都敲打，这辈子都跟不上我。对，但是你要敲打中国大陆的时候，你不要再跟我，不太容易。因为中国大陆太大了，而且以这种民主主义的强悍来讲的话，中国大陆也远比西欧、比日本要强大或强悍的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斗争呢会持续下去。因为现在美国的焦虑是远胜于中国大陆，美国是担心被人家赶上来，中国大陆是希望我尽可能接近你，但是要超越你，看起来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可能的。所以坦白讲，美国的危机感、美国的不安全感是超过中国大陆，所以常常想说我把它捏死，但是又捏不死，捏不死的时候好像他有我需要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讲说川普哦，那个态度哦，忽软忽硬，忽冷忽热哦。有人怀疑他在炒股了哈，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炒股，但是事实上这是反映了说，
你美国今天要把中国大陆捏死，不是那么容易。然后呢，中国大陆想要过一个没有美国人的这个世界，他要取代美国人，坦白讲也不容易。大钟老师，谈判学有个叫关门锁门掏钥匙啊，关了门锁了门，总要给钥匙。但川普是把门一下，钥匙给人家，又把钥匙丢了，然后又重新开一个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双方的谈判，美中接下来的 APEC，甚至要访中，还算可以乐观吗？我觉得因为川普上礼拜在社群媒体一开始他先巴难嘛，就是很典型他的做法吧，就先强硬，然后慢慢再把它拉回来，比较柔软。那在与此同时，他可能内阁官员有时候还会扮黑白脸。那我们从今年5月份到现在，我们看过类似川普的这种作为，其实好多次，大家都已经快要习惯了，习以为常。对，所以一开始有人很悲观，说大概就完蛋，可是马上他开始放柔软，是对。然后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其实双方的那个工作层级的谈判还是一直有在持续当中。但因为美中我还蛮同意，就是目前来说是比较是这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所以对美国来说，在应付中国大陆、对付中国大陆的时候，你就不会像对付其他国家这么简单。大家不要忘记，川普1.0的时候，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谈判协定谈了多久？谈了18个月。对，从2018年3月开始祭出贸易战，到2020。对，2018年5月开始谈哦。就像刚才赖老师说，2019年10月份初步达到结果，那2020年初刘鹤到白宫去签，弄了18个月。所以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即便是川习在 APEC 韩国碰面，我觉得只是一个怎么讲中间的一个过渡的点。如果明年初川普真正能够访问中国大陆，顶多代表美中双方能够达成一些比较架构性的一些共识，距离很多的细节可能没有那么简单。那第二个是看看中国大陆反应，他的反应也很有趣。第一个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就是他的既定的这种原则啦，不愿意打。但我们也不怕打，他这个姿态还是端得非常的坚实。对，第二个就是开始在骂美国说，你们就是双标嘛。过去你们这么多年来弄得以国安为名对晶片半导体也是在做长臂管辖、域外管辖，怎么不说？第三个是，就像刚刚赖老师所说，其实中国大陆商务部的发言稿有直接的讲说，从9月份不是才有第4阶段、第4回合谈判在马德里谈判到现在3个多礼拜，美国已经祭出很多的这种扩大出口管制，至少是3波扩大名单，商务部的名单扩大，很多都对着中国大陆而来。还有什么？还有像刚才所提到说，随着子公司、子企业，就是那些被列入的这个黑名单实体管制名单的中国企业，只要是你的这个掌控50%以上的子公司，自动也会列入。就越缩越紧，最后还有针对中国海运造船又重新有301的这些调查，所以整个看起来，对于北京来说，你既然要走的是打打谈谈，那我们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也很合理。但我目前看起来是双方你来我往都在堆高互相的谈判筹码，我只能说，我觉得 APEC 的会面不至于会破局，但是双方要达到一个最适的平衡点。双方都认为说里子面子都还可以挂得过去，这个难度还是蛮高，短期之内还没有那么容易。所以美国要卡中国大陆的最重要，说是晶片这一件事情，到底中国大陆现在距离还有多远呢？一个最新的消息是，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大突破了吗？深圳有个半导体设备的这个设备展博览会，居然很罕见，说是先主动的发布了新闻宣布的消息，说有一家公司叫做新凯来技术有限公司，它当然是完全的国营的企业，它有一些新的技术，其中有31款的晶片制造设备，包括了可以刻时程、机程量测的多种关键的制程，宣布了哟。那像这样，新凯近年来因为供应华为嘛，就被美方已经列为出口管制清单嘛。那这一次特别在提早公布所有的新技术，是不是也是代表着去美化进程的一环？尤其是陆媒把它形容这家公司就像沾中国版的艾斯摩尔一样光刻机说不定是不是有大招，它都可以首款国产DUV 的光刻机也要生产了吗？这个核心装备对于美国想要掐住中国大陆的核心的脖子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成型的话，当然是一大突破。而库克，我们看到他当然最近在美国吃不太开，川普不太喜欢他，但是去了上海，看起来开心很多。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哦，他访华的首站到了上海，参观泡泡玛特拉布布，看得很开心哦。10周年展，其中呢包括了创办人王宁，还跟这个设计艺术家龙家森陪着他，用所谓的 iPad 啊、iPro 啊去画泡泡玛特的新版，还送他一个手领 Zmomo 的版本啊。很多人说，哎呦，这看起来好像比本来 iPhone 版的7 Pro 还好看，是这样吗？库克第一次还到了大陆去开抖音哦直播间，他亲自宣布 iPhone Air， 看看这段画面。Having you here with us today. So, how's your trip going so far, Tim? You know, I just arrived in Shanghai this afternoon and had a chance to stop by one of our stores. It's great to connect with our teams and our customers. Every time I visit, I get such a warm welcome here that I love it. Thank you so much, Tim. I'm really excited. Actually, I pre-ordered my iPhone 17 Pro. 反正总之，虽然看起来这个在美中对抗底下，美国企业还是对于大陆市场非常的关注，即使所有的内卷市场很大，苹果还是将大陆视为重要的市场，其他各国当然也是，包括了加拿大的外长哦，本周预计将要访问大陆，同时美国关税之下，大家都在找其他的出路，尤其是不仅要加强中加关系、印加关系，以免因为这个各种川普的不开心引起的麻烦。西班牙外长也要访华，那在跟中国对峙里，瑞士也要寻求跟大陆、中国的这个贸易关系，尤其是部长特别跟外长王毅重申了双方对于推动贸易协定现代化的共同承诺。目的是什么？当然都是在关税战里头，从美国之外寻求其他的替代市场，而只要有善意，看起来来这里可以拿到很多的礼物可以带回家。那跟大陆为敌的话，美国的大豆农当然是最惨的咯。那现在看起来，美国停止了零销售到大陆去之后呢，9月份大陆的采购金额创了历史同期新高，达到1287万吨，但里头就是没有美国的。然后继续挂零的结果呢，协会首席代表隐退，他说，在美国这个大豆出口的时代已经一个时代的结束，正在过去。虽然川普不断的保证会拿关税赚来的钱来提供给这些农民，但现在看起来曙光还是看不到。半导体这个部分因为大陆这边已经传出很久了尤其是最近很热络的在谈深圳有关于光刻机可能会有很大的消息公布，大家都在等那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当大陆做出7奈米的晶片的时候，就已经让世界各国震撼了，因为本来都认为大陆应该做不出来，但是当它7奈米做出来，现在已经开始往5奈米的方向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3奈米或者2奈米是非常先进的，目前台积电才做得出来的这个晶片。可是问题是它的市场的规模没有那么大，真正市场规模大的是成熟制程的晶片。这目前来讲，中国大陆占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它现在14奈米以下的这个成熟制程的晶片也要经过审批才能够卖到美国去，因为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是66%所以占美国的很大的市场，但是一旦没有中国的成熟制程的晶片，它短时间要去找到成熟制程的晶片，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困难的事。可是光刻机这个部分，大陆一旦突破的时候，那 ASML 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 ASML 的 CEO 已经多次的说，大陆5年内一定会做出来，结果比原来他预想的还要快。而如果确实他比原来预想的还要快的话，这个对 ASML 来说简直是噩梦一场。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因为他认为大概要5年，结果如果说能够提前到现在就已经做出来的话，那他会应战会来不及。为什么？因为当大陆一旦有了以后那你也知道大陆现在的晶片厂越盖越多，大家都在盖晶片厂，而且一旦国内的市场可以得到满足的情形下，它就有一个我们讲的经济规模，符合经济生产规模，那它的成本就可以往下降了。接着它开始往外卖，当它卖出去比 ASML 还便宜的时候，对 ASML 就是一个坏消息了。所以本来一个全世界垄断独一无二的 ASML， 现在要面对跟中国的新凯莱他们的竞争，这个对 ASML 来讲绝对不是好事情。我觉得顾客是一个非常用心、非常细腻
的经营中国大陆市场的一个美国很成功的一个 CEO， 他在大陆也成功，因为你看大陆的一般的消费者，还有甚至政府部门对库克的评价印象都是正面的比较多。那我觉得库克这次知道这个有关于拉布布，拉布布目前来讲是世界最火热的文创品牌，而且他事实上他这次一到上海，先到拉布布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会有相互拉抬，我拉抬你，你拉抬我，然后双赢的一个局面。您知道，在法国的精品店，尤其像爱马仕啦等等这些精品店，法国的精品店在百货公司你要在它旁边设一个柜那是要经过他同意的不是你百货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就可以决定的要经过法国的精品店同意说我让你设还是不让你设，因为免得影响到他的这个品牌的时尚性。拉布布可以设，那就代表什么？拉布布在国际间，在世界它本身的品牌地位已经非常高了。也就是说，你看爱马仕这样的一个包包，它挂一个拉布布完全没有违和感。Hermes，对不对？那可以感觉到是什么？感觉到的意思，也就是说，它本身的时尚性是追得上世界的最高的时尚潮流。所以我觉得库克这一次去直播的时候，他很明显的就是他很看重20%的中国市场，因为你整个苹果的市场中20%都在中国大陆销售，他怎么可能丢掉这个市场？当然，他要这个市场。那有关于晶片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大豆，你刚刚一直在讲大豆的问题，其实对美国的大豆农来说，他不要政府补贴。政府补贴你能够给1次、给2次，你够给一辈子吗？你不能给一辈子，这第一个。可是美国的大豆农他思考的是永远、长期、未来，他不要拿补贴。所以他自己说，我可以养活我自己，我不要你补贴，只要你不要再打关税战。因为美国的大豆农很清楚知道，他们这次的大豆为什么卖不了中国大陆，就是因为美国主动挑起对中国的关税战，所以造成中国大陆现在干脆不买了。不买有别的替代来源嘛？既然有别的替代来源，那美国的大豆农在上一次川普的关税战中，已经使美国的大豆农失掉20%的市场份额，而且再也拿不回来现在中国大陆是一船都不买的情形下，那很有可能美国永远失去中国大陆的市场，那他还怎么种大豆？委员怎么看这个所谓的晶片大战？深圳这个展很受关注，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很突破的科技？外界也在看。大陆是一定会向前走的啦，但是这个过程当然是这个不是那样的快速，因为有一些东西在你可以生产出来，但是你的成本跟你生产出来的那个商品的品质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你如果说我造这个杯子这个20块钱，一般来讲可以造出来，我花了50块才把它造出来，那你这个就是赔钱嘛。那这个公司就没有办法9成嘛。所以生产的成本要降低第二个，你的品质要很好，良率要高。对你如果说这个杯子我10块钱卖，但是你不见得卖出去，人家觉得你这个良率，这个就是说品质不够好嘛。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成熟制成的东西，那些晶片，那它在世界上真的是红擎无阻了。可是真正的比较高阶的晶片，它要生产，第二个就面临到一个成本，一个就是生产出来的这个，你刚刚讲良率，就是它的品质怎么样，然后你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达到你所要的那个量，因为这个所有的生产，所有的工业的这种行为，最后都是要回归到钱了。我生产的成本越低越好，我卖的时候价钱越高越好。那这里面就牵涉到真正来讲，就是那个量跟品质、质跟量的问题嘛。所以美国现在这个在 ASML 他们为什么大家都买它的武器，它的这个光刻机？因为它的光刻机当然很贵，对 ASML 对，就荷兰 ASML 嘛，它很贵，但是呢，它真的它的品质非常非常好。所以美国它狠的地方就是说，我不仅我高阶的晶片不卖给你这个中国大陆，
我也要那个生产这个光刻机的这些生产晶片必须的设备，这些国家甚至包括化学的那些必要的原料，我就要管制。譬如说，你生产这个晶片，日本的化学的一些的原料是必需品，他叫日本就要掐死你中国大陆。那你那个荷兰的 ASML 呢，他就叫你光刻机比较高阶，你不要卖给中国大陆。所以美国其实是做了所有的动作，在阻止中国大陆变得越强越大嘛。所以中国大陆坦白讲，有一点就觉得说，我好像跟你一边谈，刚谈完解决了一个问题，或者还没有解决，你新的手段又出现了，你又对我进行另外一个攻击了。所以呢，我干脆我还要每天都在防守啊，防御是一定会输的嘛。所以我这次我觉得他稀土为什么出手那样快，然后港口的费用，他也是马上就是也怎么讲以权还权的这样子来做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说，我也要该出招啦，我这样子的被动这样好像是忙着接你的招啊，其实是不管用，我永远没有办法讨好你，所以我干脆也要跟你斗争。你知道，如果你跟你的对手进行的斗争，到对方觉得对你绝望，对你无所期望的时候，这个斗争会变得非常的残酷，而且会变得没有办法去解决。我觉得美国现在他也把自己陷入一个境界，就是说，你究竟要中国大陆让步到什么样程度，或是你打算掐住他，要掐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认为美国自己可能第一个他要先想清楚，否则这样的一个斗争下去经贸的战争真的搞到受不了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在另外一个战场出现。川普恐怕自己也不知道。大钟老师，因为中国大陆的转型，从全球的市场变成全球的工厂，变成全球的市场之后，才会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变化嘛。你看西班牙、加拿大瑞士，通通到那里去的原因，也就在于这个很关键的影响力。对，我觉得包括像西班牙、瑞士，或者是像印度啦，那他们现在跟中国大陆看起来关系比过去更密切。我觉得除了中国大陆的一些市场机遇之外，我觉得还是跟川普的政策有关系。因为川普上来比较那种不分亲疏的关税政策，让印度让瑞士或者加拿大这些国家可能就必须得考量到，我必须还是得分散风险，要避险。我觉得这是背后最重要的原因。那回到刚刚所讲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目前来说美国最在意的，我们就用川普常在社群媒体上发言的，对中国大陆2个作为发言最多的，其实就是农产品跟这个稀土的管制。从5月、4月到现在，就这2件事情。因为大家不要忘记，因为大豆出口这件事情其实川普1.0的时候，中国大陆就把它作为筹码了，抵抗美国提高关税的筹码。很明白，2018年、2019年就开始使用。所以最后我们刚刚所讲说到了好不容易谈了18个月，在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协定里面，当时北京是做出承诺，要在2年之内要买2000亿美金的农产品，其中很大部分就是大豆，因为大豆在美国这个出口里面应该是最大宗。那现在我觉得中国大陆还是用了老的方法，可能是做得更加的坚决坚定。因为以2024年为例这个美国的大豆出口大概是260亿美金多那中国大陆是里面最大的一个份额，大概占了146亿多。所以今年到目前为止，川普所释放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补贴，大概就是120亿、130亿美金。当然，对于美国农民来讲，这个地方是他希望的是比较长期的，而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这样的一个状况，非常明显。那为什么川普这么在意大豆呢？因为我们也知道，中西部州大概有6-7个州是大豆的这个主要生产地，包括利伊诺、爱荷华、这个明尼苏达、印第安纳。以及俄亥俄等总共7个州，前面2个州的产量最大。那前面4个州里面，以去年总统大选而言，其实2州是红州，2州是蓝州，就是民主共和党各半。但对于川普来说，因为他打的旗号就是他要注重是那些比较基层的、不被大家重视的一般的劳动者，其实农民就算是其中之一。所以在这议题上，我觉得这方面他是脆弱的。再加上稀土因为稀土其实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了它的原料，
用了他的技术，你就得被中国大陆长臂管辖。所以这两个是目前来说北京最有效的2个武器。好，对于川普来讲，国内国际都有很多的这个挑战，或者是他觉得他想要征服的事情，包括诺贝尔和平奖，那没有拿到啊，他特别跑到了以色列去。不过他的副手啊，美国副总统 Vance， 结果在一个受访的场合 ，ABC 的新闻主持人打断他，就影响他非常非常的不开心。看这段画面。I think the American people would benefit much more from that than from you going down some weird left-wing rabbit hole where the facts clearly show that Tom Homan didn't engage in any criminal wrongdoing. It's not a weird left-wing rabbit hole. I didn't insinuate anything. I asked you whether Tom Homan accepted $50,000, as was heard on an audio tape recorded by the FBI in September 2024, and you did not answer the question.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his morning. No, Illinois George, Governor I J.B. said that I Pritzker is don't. up next. We'll be right back. 这个主持人比较有威严，那结束了嘛，就进广告嘛。那结果呢 ，Vance 后来很不开心，就把所有的愤怒想讲的话，就到社群平台上去痛骂这个主持人了啊。但川普刚刚讲到，他在诺贝尔和平奖宣布以后，飞到了以色列，要证明说我做了很多促进和平的事情啊。以色列这个演说里面告诉大家，噩梦终于结束了。那以色列跟中东来讲，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时刻。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漫长的痛苦的噩梦终于结束了。那我应该要得诺贝尔和平奖啊，这是我加的啦哈。加沙战争结束了，援助的食物啊，各方面都会源源不断的进到这里来。那很多国家都有意愿想要帮他重建，但真的是这样吗？斡旋加沙被封神吗？在国会演说还被当成民族救星，大家都知道他喜欢黄金嘛，送他金色的鸽子，你拿不到诺贝尔和平奖，给你一个鸽子来给黄金鸽子，代表他最伟大的朋友跟成就。未来几个月，以色列将颁发最高平民荣誉总统荣誉勋章给川普啊，但哈萨走廊这里还是看到了杀戮，今天看到新闻又死了33个人，那是美国所眼中看不到的所谓的杀戮吗？川普在机上还要紧盯哦，整个人质交换是所有的家属殷殷期盼的，在海滩上出现的巨型标语，看看画面，我们透过看到这个以色列人有多感谢川普啊，或者是要对他 LP 到一个极致，沙滩上要排出巨幅的 Thank you， 这个欢迎回来回家，也感谢川普哦，可以把人质给营救回来。当以色列这个国会欢迎到了川普到现场的时候，获得了议员跟观众长达2分半这么长的起立鼓掌欢迎。那么川普说，纳坦雅胡靠武力赢了。那以色列的国会报承认巴勒斯坦的抗议声音，就有人在旁边抗议，高举的标语，然后高喊承认巴勒斯坦啊、种族灭绝啊这些标语啊，立刻人当然就被架开赶出了现场。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干了件大事吗？川普在埃及签署和平宣言，但是缺乏具体的步骤，是不是真的和平会来呢？仍然有不停的零星的冲突跟杀戮在进行当中。但是啊，川普在这一趟里面已经享受了荣光，非常的高，包括了加萨和平峰会在埃及登场。根据金字塔日报的报道呢，埃及外长特别表示，加萨停火谈判的最主要的成功的保证就是川普本人，很厉害。巴基斯坦的总统在讲这段话的时候，还把川普讲到都快哭了，感谢之情。看看画面。Today again, I would like to nominate this great president for Nobel Peace Prize. He has brought not only peace in South Asia, saved millions of people, their lives, and I think that you're the man this world needed most at this point in time. 哇，真的感动到这个画面，很多媒体是把他拉近看，川普听得好感动哦，他表示感动，而且甚至眼泪都已经热泪盈眶。我真的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伟大的事情。梅洛尼意大利总理的画面表情也被大家放大来看，这个表情是做足了。当这个大家赞扬川普的时候，梅洛尼是也表示了，的确是 impress， 然后很让人家惊吓，这个很厉害，很惊讶哦。像这样的画面，还有川普跟马克宏握手，还偷偷
偷，有人形容是26秒在扳手腕嘛，哦，过去也2个人不是很开心嘛，哦，所以虽然要握手，握的大家看多了一点哈。还有一个画面是麦克风忘了关，印尼的总统私下要找川普去闲聊，结果呢，谈的内容是什么？疑似啊，就跟家族生意有关。问他说，从安全角度来看不安全，那问他说能不能见艾瑞克啊，他的儿子啊哈，那是不是有生意？我们可以谈谈怎么样在什么地方可以有各种的合作的事宜等等等等。这就是川普这趟到以色列补足了他没有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遗憾，可是呢，满满的尊荣，伟大的川普。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范斯哈，因为范斯也不是第一天上节目了啊，也不是第一天被访问，他都知道这个节目时间到了，要进广告了，就是要进广告，那就是要结束了 ending 了嘛。所以主持人要做最后的收尾了，这不是说故意不让范斯讲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啊。对，我真的要进广告的，真的要进广告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范斯的气量多小啊，结果气不过就跑到自己的社群平台就大骂啊。但我觉得这样子没有风度了，因为我们常常也都知道，我还没讲完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时间已经用完了，要轮到下一个来宾，我们一定要赶快收尾了，这没有办法的事嘛。我觉得气度要大一点，尤其一个国家的这个副总统，气度要大一点。川普给了以色列他所需要的钱，给了以色列他所需要的武器，还有给了以色列所需要的弹药，去尽情的杀这个巴勒斯坦的加沙人，而且一直给他说，我再给你3个月，再给你2个月，再给你1个月，就一直杀。那内塔尼亚胡在川普执政的这段时间杀得最凶，大家都看得到，死亡的人数从4万多一直跃升到7万多人，也就是多杀了3万多人。而他用的 F-16战机，他用的武器弹药、导弹，他用的防空系统，绝大部分都是美国供应的。那不断的给武器、给弹药、然后给以色列去杀人，然后以色列最后我们看到国际间140几个国家都要求说让巴勒斯坦建国，当美国的盟国、欧洲的大部分的国家也都站出来说让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吧，美国在安理会投下否决票，否决了整个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决议。那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他对于促成以哈的和平有功劳，有功劳，但是他的功劳更多的是在以色列。所以他到以色列的时候，你看到他受到这种英雄式的造神般的，然后那种吹捧已经上天了，然后海滩布下这样的一个欢迎的一个标语啊。可是问题就在于，当他看到这些标语的时候，他没有看到那个海滩面是在以色列的境内啊，所以那些大楼都是漂漂亮亮的、完完整整的。可是为什么不去拍这个加沙地区的海滩面？加沙地区的这像比台北市多大一点的这个来拍一拍嘛？您现在在镜头上看到的都是以色列的海滩啊，不是加沙地区的海滩啊。加沙地区的海滩已经被以色列蹂躏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但是我觉得川普，当你被捧得越高的时候啊，当加沙又打起来，我看你的和平怎么去跟大家解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没有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不过他飞到了以色列，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说他促成了以色列跟加沙走廊的和平。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世界领袖的总统，而且以和平推动和平为你的这个志业的话，你去完以色列应该到加沙走廊看一看吧，因为那个东西就粘在一起啊。你要到那个地方去非常近啊，你就看看在台拉维夫这里，大概耶路撒冷这边，特别是台拉维夫大楼林立嘛，那你去看看加沙走廊，你进去看看，你知道再往里面走个10分钟、20分钟，你看那些还有多少大楼是安然无恙的矗立在那里了，对不对？他不敢嘛，他不敢面对这个事实嘛。因为你如果川普进到加沙走廊的话，每一个记者
都会进去，那拍出来能看吗？那样能看？人家第一个就是拍那个样子，那个惨状，然后呢看川普他脸上的表情，然后再问川普说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刚才那边有鸡尾酒会，大家给你欢迎你鼓掌啊，你现在面对的是这样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你有什么感觉？他绝对答不出来，他绝对会避免的嘛，是不是？只有我的感觉是他是1月20号就任的川普，那他在这以前他讲啊，如果他在的话，那这个根本不会打，这个不会打，那个也不会打，乌克兰也是一样，这个加沙也是一样啊。那请问你整将近9个月，然后这个战争才停止，好，才签了这个合议，需要这么久吗？你如果你美国总统，你只要强硬一点，你认为任何人当以色列总理，他敢对抗美国总统吗？请问你的炸弹是谁提供给你的？你的战机是谁提供给你的？对不对？你每一年编了这么多的钱去援助你，那个钱是美国纳税人的钱。美国总统如果不编这个预算呢，你以色列1毛钱都没有哎。那我请问你，你美国总统有足够的筹码可以去对付以色列？他没有办法，因为美国国内犹太人的影响力太大了嘛。哦，所以我就要佩服，我这次在这些很令人痛苦的消息里面，唯一能够让我觉得这世界还有正义的，就是诺贝尔奖的委员会的主席说的话。他说川普没有得到奖，他说我们做这个决定是在充满着勇气跟正直的房间里面所做的决定，意思就是说你就是美国总统啦，你想要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在我们房间里面这些人不会支持你的，所以你就没有得到了。我认为这房间里面这些做决定的人，我只能喝彩，我觉得他们才是真的维护世界和平跟正义的人。对啊，现在和平跟正义到底是什么呢？规则是川普说了算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诺贝尔和平。看到以哈冲突，看到加萨走廊残破的家园，大家都知道和平有多么可贵。所以巴基斯坦在形容这整个感谢的时候，哇，溢于言表，川普也感动的都快要落泪了。大仲老师，对，但是现在所谓的这个和平的曙光是刚刚开始有一些因为的确有通过了，就是执行了所谓的这停火协议。但是后面我觉得重建了，还有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哈马斯，那是最难的因为目前为止所被执行的，其实我们都不陌生这些内容，因为以色列在意的是人质的释放，对，已经放了，包括遗骸等等。那当哈马斯做到这个之后，那以色列就把他监狱里面大概2000名巴勒斯坦人释放出来。那其中大概1700人是因为这个以哈冲突之后被以色列拘押的，那大概有300多人是以色列早就把他关在大牢里面，可能跟哈马斯或是跟法塔相关。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接下来是人道这个物资的进入也没问题，但最重要的是未来的加萨走廊怎么办？因为按照川普跟以色列的20点和平方案里面是没有任何哈马斯的角色，不管直接或间接，基本上你要去除武装。去军事化，然后你选择基本上把他们流放。但是有趣的地方是，目前回应这些议题的还是哈马斯的代表，但是在这个川普跟以色列蓝图里面，其实已经在探讨说未来的治理方案可能会有一个技术委员会，上面还有一个和平理事会，是由川普西方国家在里面。那至于未来的这加萨走廊的治安如何维系呢？按照20点方案里面会有一个国际的武力了，叫做国际稳定的部队，里面理想上会有一些阿拉伯国家。那当他们慢慢掌控之后，